美国又坠机了，几个大兵乘坐直升机去执行任务，谁料飞机突然开始剧烈震动。话音未落，前方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，电闪雷鸣，飞机里报警声此起彼伏，2个发动机先后失效。克曼是一名驻韩的美军军官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分析数据，敲敲键盘就能结束工作。比起其他在一线的士兵来说，十分安逸。这天，长官布置给他新的任务，地下雷达故障了，克曼需要跟其他队员一起过去抢修。克曼虽然十分不悦，但也只能服从。他的小队成员有负责医疗的胖妹、老李和小帅，还有高级信号分析师老乔，他就是上级派去修理地下雷达的工程师。克曼和小队成员都是为了保护他的。克曼小队跟随领导们登上直升机，前往目的地修复雷达。因为雷达的位置十分贴近朝鲜，所以大家都想赶紧干完工作赶紧回去，千万不要出什么幺蛾子。好在直升机顺利降落，克曼也顺利找到了坏掉的雷达。只是那名专家老乔事儿很多，喋喋不休的抱怨，说克曼一点不会照顾人。而就在老乔修复雷达的时候，直升机的控制中心突然发来警报，说天气恶化的很快，他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克曼立即听从上级指示，表示今天的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，他们必须赶紧回去。可老乔不想走，来都来了，眼看工作就要完成了，你现在说离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？可克曼动作很快，就在老乔反对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设备收拾好，开始往飞机那里走了。老乔无奈之下也只好跟他一起撤离。当他们坐上直升机的时候，天空已经阴沉了下来，风速很快，附近充满了危险的乱流，直升机疯狂颠簸，很快被卷入乱流中失去控制，飞机2个发动机先后熄火。克曼从昏迷中苏醒，发现飞机已经坠落在地，摔得4分5裂。好在自己只是擦伤，旁边的胖妹受伤也不重。他们从变形的飞机上趴下来，寻找其他战友。飞机驾驶员当场死亡。好在小李、老乔和小帅伤的都不重，只是一些皮外伤。胖妹和克曼把人救出来后，就在飞机残骸里找到了严重失血的指挥长官，他现在完全动弹不得，即将进入休克状态。胖妹也只能用止血扎带固定住他的伤口，希望血流得慢一点。军士长被卡在大树和飞机残骸中间，大树粗壮的身体正好穿过他的髋部，如今的他只剩死路一条了。他趁着还有意识，让克曼将应急箱和卫星电话拿过来。克曼回到飞机残骸里寻找这些东西，残骸上裸露的电线还在呲呲蹦着火花。克曼试了好几次，才终于找到机会爬进机舱，在一片混乱中找到了军士长需要的东西。军士长打电话通知指挥部，他们坠机受伤，请求紧急医疗支援。可是当听到他们位置的时候，指挥中心表示他们已经飞出美国和韩国的领空，此时飞机正在朝鲜境内，指挥中心无法到达这里施救，所以克曼等人必须走出朝鲜国境，到达指定地点。三角洲部队会在边境接应他们，然而这群伤病根本动弹不得，更无法走出朝鲜国境。指挥中心这通电话等于宣判了他们死亡。克曼不能理解，冲着卫星电话怒吼。这时胖妹走过来检查军士长的伤势，他的伤比想象中更重，不光有严重外伤，还有内出血，根本无法行动。但胖妹有信心维持他的生命体征，直到等来救援部队。克曼将噩耗告诉大家，不会有医疗部队了，他们在朝鲜境内，想获救只能自行离开。老乔不想认命，他决定给自己在首尔的团队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救人。可克曼抢走了卫星电话，他说上级的指示是无线电保持静默，千万不能让朝鲜发现。这时军士长突然说话了，他把自己家传的手枪给了克曼，希望他将这船家宝交给他的小儿子，一代代传下去。他还让克曼担任团队的领导者。交代好后事，军士长问克曼要了一枚手雷，这就是他给自己准备的结局。尽管克曼十分惊慌，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胜领导的职责，但情况危急，他只能接受军士长的托付，带着几个还有行动力的队员，驾着伤重的指挥长官寻找出路。可是走着走着，他们迷失了方向。克曼拿出地图辨别方向，却遭到了其他人的质疑。身为指挥员，他竟然连方向都分辨不清吗？老乔更是提出让别人取代克曼的位置。他建议赶紧用卫星电话请求救援，可克曼和其他战友都不同意。一旦被朝鲜捕捉到信号位置，他们死得更快。一行人深入森林，克曼突然示意大家停下来隐蔽。果然不久后，几个巡逻的朝鲜士兵就走了过来。好在他们没发现克曼一行人。眼看朝鲜士兵就要离开了，老乔突然站了出来，他打算投降了。朝鲜士兵发现这边有人影，正在向靠近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爆炸声。军士长那边被朝鲜巡逻兵发现，他引爆手雷与他们同归于尽了。而那边的爆炸声引起了克曼这边朝鲜兵的注意，于是他们纷纷去那边查看情况。克曼一行人得救了，老乔还在劝说克曼他们赶紧投降，他们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，投降总比死在这里好。
可克曼告诉老乔，朝鲜人才不会在乎什么日内瓦公约，他们抓住你后就会把你赶尽杀绝，想活着就不要自作主张。克曼带领大家继续前进，前方悬崖无法前进，上空朝鲜的直升机还在徘徊巡查。克曼当机立断，必须赶紧找地方隐蔽起来。可他脚下一滑，跟一个队友一起滚落悬崖。好在森林树木茂密，他们的动静没有引起直升机的注意。大家爬下悬崖，继续前进，终于走出了森林。森林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，草地上有几幢小茅屋，显然这里有人居住。克曼本不想打草惊蛇，但看着越来越虚弱的伤员，他只能决定悄悄潜入前方的谷仓里过夜。还好这里没有埋伏。他们一路向前，到了谷仓里，发现此处确实空无一人。胖妹让大家赶紧把伤员抬进来，她要在这里给他处理伤口。可话音未落，伤员就开始剧烈抽搐起来，他口吐白沫，浑身痉挛，呼吸急促。胖妹赶紧实施急救，可指挥长官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严重了。这时突然一个朝鲜男人出现了，男人说的话无人听懂。此时紧张的气氛到了最高峰，而在他们身后，伤员的状况已越来越差，胖妹已经开始为他做心肺复苏了。这时候老乔突然大喊，那男人不会开枪，因为要开枪他早就开枪偷袭大家了，现在他拿着枪只是虚张声势罢了。克罗听从了老乔的建议，率先放下武器，举着手靠近男人。男人确实没有开枪，只是惊恐的后退。克曼越靠越近，终于抓住了男人的猎枪，大家安全了。而此时指挥长伤重不治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指挥长身上时，男人突然逃走了。克曼赶紧带人追过去，将男人制服。他们潜入了不远处的茅草屋，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女人。女人看到士兵闯进来，吓得浑身颤抖，却还拿着武器想要反抗，但很快就被克曼他们逼到墙角。男人也冲上前，抱着女人瑟瑟发抖。而此时克曼听到地板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他们掀开地毯，发现地板下有一个大洞，一个小女孩正躲在洞里。怪不得女人如此惊慌，原来是为了保护孩子。士兵们放下枪，冲着小女孩连连道歉，还将她拉了上来。一家三口惊魂未定，抱头痛哭。一家三口意识到眼前这些士兵似乎对自己没有恶意，终于也放心的让他们待在屋里。小女孩甚至还接受了士兵的零食，大家相处的越来越融洽。小女孩胆子最大，她打开留声机，放出悠扬的音乐，胖妹还帮她梳了头。大家都在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愉快。这时候大家都很好奇，为什么老乔能看出男人不会开枪。夜已深了，其他人都进入了梦乡。克曼来到屋外，接替小帅站岗。他拿出了军事长留下的那把传家宝手枪，这把枪制造了无数杀戮，也承载了无数希望。其实没有人喜欢战争，只是很多人被上位者的策略驱赶着，成为了无脑的战争机器，用自己的生命填补那些上位者们难填的欲壑。他靠在外面昏昏欲睡，突然被一阵汽车的引擎声惊醒。克曼猛然发现天已经亮了，远处开来的正是朝鲜士兵的车子。克曼赶紧跑回屋，叫醒熟睡的战友们离开这里。胖妹还想叫上屋主一家三口一起跑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屋主将女儿和胖妹一起藏到了地板下的大洞里，希望不会被朝鲜士兵抓住。他们刚藏好，朝鲜士兵就冲入了房间里。他们发现了指挥长官的尸体，将尸体拖了出来，然后又把屋主两口子赶出来。显然他们觉得屋主偷藏敌人尸体，说不定就是通敌叛国的奸细。屋主两口子跪地求饶，可铁证如山，朝鲜士兵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。好心的夫妻就这样死去了。朝鲜士兵再次进入房间搜查有没有敌人，地板下的女孩吓得浑身颤抖。胖妹一手抱紧女孩，一手握紧枪，等待着命运的安排。结果朝鲜士兵果然发现了地板下有问题，他们掀开地毯，打开盖板。胖妹早就准备好了，在盖板掀开的那一刻，她正要开枪射击，却不料外面枪声响起，朝鲜士兵应声而到，原来是克曼他们来救援了。克曼小帅和小李里应外合，打死了周围看得见的所有朝鲜士兵。可就在他们以为终于安全的时候，那个朝鲜士兵不顾一切地跑向卡车，他要去拿电台，好对总部汇报这件事。克曼立即冲上去，抓住朝鲜士兵扭打起来。他将朝鲜士兵的头盔摘掉，然后往卡车上撞。朝鲜士兵终于忍不住疼痛松了手。可克曼此时也是精疲力尽，根本爬不起来了。眼看朝鲜士兵越走越近，枪杀了朝鲜士兵，朝鲜军方肯定会发现，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于是他们打算开着屋主的卡车离开这里。克曼让亚洲血统的小李假扮成朝鲜人，脱掉军装坐在驾驶室里开车。同样亚洲人面孔的胖妹带着小女孩扮演他的妻子女儿，这样一家三口比较不容易被怀疑，而其他人则藏在卡车的车斗里，希望不会引人怀疑。车辆行进的时候，克曼觉得自己的身上很疼，老乔主动帮他查看，才发现身上已经青紫一片。还好刚才他背的包太厚，挡住了子弹，要不然早就死了。而老乔翻包才发现，原来朝鲜士兵打中了他们的卫星电话。车后面突然传来发动机的声音，他们被朝鲜士兵的巡逻车发现了。朝鲜士兵让他们靠边停车，接受检查。克曼等人躲在后斗里屏息凝神，蓄势待发。而朝鲜士兵下车看到开车的小李三人，原本是没有起疑心的，
他对小李例行盘问，可是小李一句话也不说，他只是长着一张亚洲面孔，根本不会说韩语。这时候朝鲜士兵察觉到不对劲，打开后都上车查看，结果刚上车就被克曼等人捂住嘴按在地上捅死了。盘问小李的士兵也觉得不对劲，把小李从车上拽下来。眼看士兵逃入树林，克曼慌了，要是他回去求救，引来大量朝鲜士兵，他们就惨了。所以克曼留下小李和胖妹保护女孩，他带着小帅和老乔进入森林搜寻朝鲜士兵，可那朝鲜士兵就好像消失了一样，他们搜索许久都没有踪迹。而卡车这边，胖妹端着枪搜寻周围，渐渐靠近了树丛，却不料朝鲜士兵根本没跑远，他突然出现一枪拖砸晕胖妹，正要开枪，小李出现，一枪崩了朝鲜士兵。老乔听到枪声，也回去配合小李开枪射击，朝鲜士兵身体瘫软向后倒去，却不料他竟然十分顽强，用最后的力气朝老乔开了一枪，然后才彻底断气了。胖妹赶紧跑到老乔身边查看他的脉搏，经验告诉他老乔没救了。老乔努力睁着眼睛，想再看一眼这世界的颜色，可死神的脚步终究降临，他的眼睛缓缓失去了神采。没想到最胆小的一个人，在最后关头竟然也能舍身救人。老乔不是懦夫，他是英雄。一行人不敢再开车，他们决定徒步前行。终于到了指挥长跟上级约定的地点，可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三角洲部队接应，难道上级是在骗他们？大家在附近搜寻，小帅发现了一个迷彩包，里面有一套 GPS 设备，他赶紧熟门熟路地将 GPS 设备接上，结果有了让人意外的发现。或许这就是长官给他们的提示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通过这条隧道逃命，所以他们必须找到隧道入口才行。于是大家开始在附近搜索，既然长官说的坐标是这里，那就意味着洞口肯定就在附近，只是大家寻找许久也没有收获。突然朝鲜小女孩一声尖叫，掉入了地下，入口就在她那里。众人赶紧跑下隧道，发现小女孩安然无恙。这条隧道正是他们一直寻找的那条，可以直通韩国地下。可是在这里的信号十分混乱，指南针都无法指明方向，他们只能跟着感觉走了。他们打开强光手电筒，开始在洞里探索。这里似乎是一个荒废的隧道，地上铺着铁轨，铁轨两侧还有不少废弃的箱子。好在一路有惊无险，他们终于看到洞口的亮光了。几个人正开心的喃喃自语，他们就要回家了。洞口也出现了一些模糊的人影，这应该就是三角洲部队来接应他们的人吧。而在这时，那些人影回过头，竟然对他们举起枪，他们是朝鲜士兵。克曼赶紧带着众人向隧道里撤离，但朝鲜士兵如同潮水一般涌入隧道，他们的火力十分凶猛。克曼等人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毫无招架之力，只得不断向隧道里后撤。枪声在狭小的空间里炸响，子弹在阴暗的隧道里穿梭。都说双拳难敌四手，克曼知道他们这些人根本不是朝鲜士兵的对手，很快就会被对方一个个消灭掉的。很快胖妹和小帅的子弹全都用光了，克曼也被榴弹击中，身受重伤。终于他做出了决定，胖妹他们并不想走，可克曼现在就是长官，他的话就是命令。克曼终于从一个胆小怯懦、只想打酱油的小兵，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将军。情况紧急，胖妹等人只得先行离去。克曼抱着同归于尽的心，守在后面，为队友们争取时间。很快子弹打光了，克曼躺在地上等死，他终于无愧于心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接连传来枪声，包围克曼的朝鲜士兵纷纷被打倒。这回真是三角洲部队来接应了，他们将隧道里的朝鲜士兵全都干掉，把重伤的克曼抬了出去。克曼被抬到车上，发现战友们也都在，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这是低成本的战争片，虽然大场面并不多，但是导演很巧妙地通过一段十分艰苦的旅程，展现了克曼的成长，也通过他的双眼看到了战争对普通人的影响。在影片的开头，克曼只是一个混日子的闲散军官，每年就是敲敲键盘混日子，所以当上级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时候，他十分不情愿。谁料阴错阳差，混子竟然临危受命，变成了小队的临时指挥官。克曼从一开始的犹豫不决，拿不定主意，通过一次次的危险，一场场的战斗，最终成长为一个可以将同伴生命扛在肩上的合格指挥官。影片没有直接讨论战争的政治立场，而是通过小队的求生之路，用他们的视角看到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悲剧。